欢迎来到茫茫书海，一起来看看、听听我在古代盖客栈。著名女建筑师林薇意外穿越到古代，面对简陋的茅厕和原始生活设施，几近崩溃，决心改变这一切。那些现代设计理念竟然帮助一个古代书生高中状元。2025年金秋，北京，林薇站在自己设计的云端之冠摩天大楼顶层，俯瞰着脚下璀璨的城市夜景。这座高达632米的建筑刚刚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，今晚的庆功宴就设在大楼顶层的露天平台上。林总，恭喜您！助理递来一杯香槟，这是中国建筑师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。林薇微笑着接过酒杯，指尖轻抚着杯壁上凝结的水珠。42岁的她保养得宜，一袭剪裁利落的白色礼服勾勒出匀称的身材，挽起的发髻露出线条优美的颈部。谢谢，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荣誉。她举杯向四周的同事致意，钻石耳坠在灯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。酒过三巡，宾客们陆续离去。林薇独自走到玻璃围栏边，夜风拂过她微醺发烫的脸颊。她掏出手机，看了眼时间，凌晨1点23分。屏幕上显示着母亲发来的3条未读信息，都是询问她什么时候回家。马上就回，她低声自语，手指在屏幕上轻点回复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袭来，林薇脚下一个踉跄，手中的香槟杯滑落。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抓，身体却因醉酒而失去平衡，整个人向前倾去。啊！她的尖叫声被呼啸的风声吞没。身体穿过玻璃围栏的瞬间，林薇惊恐地睁大眼睛，看着城市灯光在眼前扭曲成一片模糊的光带。剧烈的疼痛从全身各处传来，林薇痛苦地呻吟着睁开眼睛。刺目的阳光让她立刻闭上眼，缓了好一会儿才敢再次尝试。湛蓝的天空，没有一丝云彩，身下不是冰冷的混凝土，而是松软的麦秆。林薇艰难地支起上半身，环顾四周，顿时僵住了。金黄的麦田一望无际，远处几个头戴斗笠、身穿粗布短打的农夫正在弯腰劳作。更远处，几间低矮的茅草屋点缀在田野间，烟囱里飘出袅袅炊烟。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车水马龙，甚至没有电线杆。这是哪里？林薇颤抖着站起身，这才发现自己赤着双脚，高跟鞋已经不知去向。他低头检查身体，香奈儿礼服已经沾满泥土和草渍，但奇迹般的没有明显伤痕。他下意识摸向手腕上的智能手表，屏幕一片漆黑，无论怎么按压都没有反应。手机倒还在礼服暗袋里，同样无法开机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的女声从身后传来。林薇转身，看见一位约莫50岁的农妇正挎着竹篮，满脸惊讶地望着他。林薇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得可怕。请问这是哪里？现在是什么时间？农妇走近几步，上下打量着林薇怪异的装束。这是顺天府大兴县儿，天启5年8月念3。姑娘，你这身打扮莫不是戏班子的？天启5年，林薇的膝盖一软，险些跪倒在地。作为建筑历史爱好者，他太清楚这个年号了，明朝倒数第2个皇帝明熹宗的年号，公元1625年。姑娘脸色怎地这般难看？农妇关切地扶住她，若不嫌弃，可到老身家中歇歇脚。林薇机械地点点头，跟着农妇走向村中。一路上，她仔细观察着这个400年前的世界，土路凹凸不平，两旁是简陋的篱笆墙。几个光脚孩童在追逐嬉戏，看到他时都惊得呆立原地。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柴火烟混合的气味，让有洁癖的他胃部一阵抽搐。农妇的家是一间低矮的茅草屋，墙壁用泥土和稻草混合砌成，窗户只有巴掌大，糊着发黄的窗纸。屋内昏暗潮湿，地面就是夯实的泥土，墙角堆着农具和几个粗陶罐。姑娘先坐，老身去烧水。农妇指了指一张吱呀作响的木凳。林薇小心翼翼地坐下，生怕弄脏已经狼狈不堪的礼服。这时一阵尿意袭来，
他尴尬地问：“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”洗手间，农妇一脸茫然。就是如厕的地方，林薇红着脸解释。哦，茅厕在屋后，农妇指向后院，姑娘自便。林薇道谢后走向后院，掀开一块破草帘，顿时如遭雷击。那是一个挖在土地上的浅坑，上面架着2块摇摇欲坠的木板，周围苍蝇嗡嗡飞舞，恶臭扑面而来。坑底隐约可见蠕动的小虫和已经发酵的排泄物。哦，林薇干呕一声，踉跄后退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作为现代都市精英，她上一次见到这种原始厕所还是在非洲贫困地区的纪录片里。她捂着鼻子逃回屋内，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憋住。农妇已经生好了火，正用一把破蒲扇扇着灶台下的火苗。姑娘脸色怎地更差了？农妇担忧地问。没事，林薇强作镇定，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？姑娘会生火？应该不难吧？林薇想起野营时用过的打火机，但显然这里不会有。她接过火石和火镰，学着农妇的样子敲击，却连个火星都没擦出来。10分钟后，她灰头土脸地放弃了，转而尝试用灶台煮水。然而，对从未用过土灶的都市人来说，这简直是场灾难。他塞了太多柴火，浓烟倒灌出来，呛得他眼泪直流，慌乱中又碰倒了旁边的干草堆。走水啦！农妇尖叫一声。等邻居们赶来扑灭小火时，半个厨房已经熏得漆黑。林薇羞愧得无地自容，连连道歉。农妇叹气道：“姑娘定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十指不沾阳春水。”当晚，林薇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身上盖着粗糙的麻布被子，辗转难眠。屋内没有电灯，只有一盏豆大的油灯勉强照亮，没有自来水，喝水要去井边打，没有抽水马桶，想到这个她就浑身发毛。更糟的是，她摸遍全身，除了首饰和那块没电的手表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。在现代，她是身家过亿的著名建筑师，在古代，他却是个连顿饭都吃不起的穷光蛋，必须想办法活下去。他盯着茅草屋顶，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。建筑设计是他的专长，但在明朝，谁会需要一个现代建筑师呢？窗外，一轮明月高悬。林薇轻轻抚摸着手腕上的表盘，泪水无声滑落。爸妈，你们在哪？我还能回去吗？黎明时分，林薇悄悄离开了农妇的家。她在枕边留下了一对钻石耳坠作为答谢，这是她身上唯一能留下的值钱物件。晨露打湿了她破烂的礼服下摆，赤脚踩在泥路上，尖锐的石子硌得她生疼。必须先换身衣服，林薇咬着牙，一步步向着昨天看到的城墙方向走去。太阳渐渐升高，炙烤着她的后背。路上偶尔有赶着驴车的农夫经过，都用怪异的目光打量这个衣着破烂却带着珠宝的女子。林薇低着头加快脚步，脚底已经磨出了血泡。正午时分，她终于在一处茶棚歇脚。老板娘见她可怜，给了她一碗粗茶和半个馍馍。大姐，请问京城还有多远？林薇小口啜饮着苦涩的茶水。顺着这条路再走2个时辰就到永定门了。老板娘好奇地看着她，姑娘是遭了劫匪？这身打扮？林薇苦笑着点头，顺势编了个故事，家中遭难，只剩我一人逃出来。老板娘叹息着，又塞给她一个煮鸡蛋，世道不太平啊。姑娘到了京城，可以去南城的慈济院求助。谢过老板娘，林薇继续赶路。2个时辰后，巍峨的城墙终于出现在眼前。永定门下，进出城的百姓排成长队，守门士兵正在逐个盘查。轮到林薇时，一个满脸横肉的士兵拦住了他。陆隐呢？陆隐，林薇一愣，我弄丢了。士兵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他，没有陆隐不得入城。看你这身打扮，莫不是逃奴？不是的，林薇急忙解释，我是良家女子，家中遭了火灾。少废话！士兵不耐烦地挥手，要么拿出陆隐，要么交20文入城税。林薇咬了咬嘴唇，从内衣暗袋摸出那条钻石项链。君爷，我身上没带钱，这个能抵税吗？
士兵接过项链，眼睛顿时亮了。他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番，突然脸色一变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用假首饰蒙骗官差。这不是假的，林威急道，这是真钻石。还敢狡辩？士兵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跟我去衙门走一趟。林威慌了神，正不知所措时，一个温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王兄且慢。一个身着青色直多的中年文士走上前来，向士兵拱手，这位姑娘是小可表亲，出来京城不懂规矩，入城税我替她付了。士兵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松开了手，既然周掌柜作保，这次就算了。他不情不愿地把项链还给林威，接过文士递来的铜钱放行了。多谢先生相助。进城后，林威向文士深深一服，文士摆摆手，姑娘不必多礼。在下周德安，在前门大街开了间绸缎庄，姑娘孤身一人，又无路引，在京城恐多有不便。林威灵机一动，周掌柜，您知道哪里有当铺吗？我想典当些首饰，换点银钱。周德安看了看他手中的项链，眉头微皱，姑娘若信得过在下，可随我到铺子里。我认识一位做珠宝生意的朋友，比当铺公道些。半个时辰后，林威从周氏绸缎庄后门走出，身上已经换了一套素雅的藕荷色棉布衣裙，头发也挽成了明代妇女常见的发髻。他摸了摸藏在腰间的钱袋，那条价值10万人民币的钻石项链，在这里只当了15两银子。姑娘且慢，周德安追出来，递给她一双绣花鞋，这鞋送你。记住，在京城切莫轻易漏财，尤其不要再去小当铺了。林威感激地接过鞋子穿上，终于不用再赤脚走路了。告别周德安，他沿着前门大街漫无目的地走着。京城比他想象中还要繁华，宽阔的街道两旁店铺林立，幌子迎风招展，行人摩肩接踵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远处钟鼓楼巍然耸立，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。得找个住处。林威摸了摸钱袋，决定先解决生存问题。他在南城找了家最便宜的小客栈，一晚50文钱。房间狭小阴暗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小桌，但总算有了栖身之所。安顿下来后，林威开始思考如何在这个时代生存。建筑设计是他的专长，但在明朝，谁会需要一个现代建筑师呢？只能试试看了，他自言自语道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威就去了纸墨铺子，用100文钱买了些廉价宣纸和笔墨。回到客栈，他伏在小桌上，开始绘制简单的建筑示意图。午后，他在最繁华的街角找了块空地，用石块压住图纸4角，摆起一个小摊。又用剩下的纸写了房屋设计，书是一句8个大字，挂在身后的墙上。很快，他奇怪的短发和招牌就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观。姑娘，你这房屋设计是何意？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好奇地问。林威清了清嗓子，我可以为您设计更舒适、更方便的住宅。比如说，他展开一张宣纸，上面是他刚画好的现代住宅平面图，这里是起居室，这里是卧室，中间用走廊连接，厨房靠近水源，有专门的排水系统。最重要的是这个卫生间，就是在屋内如厕的地方，有管道直接排到屋外的化粪池。围观者越来越多，但脸上都是困惑的表情。屋内如厕，这不是找晦气吗？一个老太太连连摇头。这画的什么鬼画符？一个粗壮的瓦匠嗤笑道，我盖了20年房子，从没见过这种样式。通风口开在这儿，冬天岂不要冻死人？另一个工匠质疑道。林威的解释越描越黑，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，只剩下几个孩童好奇地看着他的图纸。一整个上午过去，他一笔生意都没做成，反而赔了纸墨钱。正午时分，天空突然阴沉下来，转眼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林威手忙脚乱地收拾图纸，但还是有几张被雨水打湿了。他沮丧地蹲在屋檐下，看着被雨水晕染的墨迹，鼻子一酸。姑娘的图纸很特别，一个清朗的男声从头顶传来。林威抬头，看见一柄油纸伞遮在自己上方，持伞的是个20出头的年轻书生，
一洗洗的发白的青布直多，背着一个竹编书箱。能让我看看吗？书生指了指他怀中的图纸。林薇迟疑了一下，还是递了过去。书生小心地展开湿漉漉的图纸，目光在那些线条上逡巡。忽然，他眉头一挑，指着图纸上标注的功能分区4个字问道：“姑娘，这功能分区是何意？”林薇眼前一亮，终于有人问到了专业问题。他站起身，指着图纸解释道：“就是将房屋按照不同用途划分区域，比如这里是公共活动区，这里是私密休息区，彼此分开又相互联系。”书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又指着另一处：“这动线设计又作何解？”就是人在空间中移动的路线规划。林薇越说越投入，比如从厨房到餐厅的路径要最短，卧室到净房的路线要隐蔽。雨越下越大，打在油纸伞上噼啪作响。书生却似乎浑然不觉，全神贯注地听着林薇讲解。他的眼睛很特别，明亮有神，透着聪慧和好奇。妙啊！书生突然击掌赞叹：“姑娘这设计理念，暗合营造法式中各得其宜之说，却又更为精妙。”在下陈明远，字敬之，湖广人士，不知姑娘芳名？我叫林薇。他下意识伸出手想握手，随即意识到不妥，改为扶了扶身。林姑娘可有空闲？前面有家茶馆，能否详细说说这些设计？陈明远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，尤其是这排水系统，在下很感兴趣。林薇看了看越下越大的雨，又看了看这个第一个对自己设计感兴趣的书生，点了点头。荣幸之至。清韵轩茶馆位于前门大街西侧，是京城文人雅士常聚之处。林薇跟着陈明远穿过喧闹的街市，踏入这间古色古香的2层茶楼。一进门，淡淡的茶香便扑面而来。楼下散坐着各色茶客，有商人模样的正在低声谈生意，也有布衣百姓单纯歇脚解渴。陈明远却带着他径直上了2楼。2楼雅座用屏风隔成数个半封闭的空间，陈明远选了靠窗的一处。窗外雨帘如织，打在青瓦上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林姑娘请坐。陈明远收了伞，招呼茶博士上茶。林薇小心地跪坐在蒲团上，将湿漉漉的图纸在桌面上摊开。她的动作有些笨拙，不习惯这种坐姿。姑娘不是中原人士？陈明远注意到她的不适，体贴地问道。林薇咬了咬嘴唇，算是南方人，只是离家久了，有些习惯都生疏了。陈明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没有追问。这时茶博士送上茶具和一壶冒着热气的香片。这是今年的明前龙井，虽比不上杭州本地的，在京城也算上品了。陈明远娴熟地烫杯洗茶，动作行云流水。林薇看着他修长的手指在茶具间舞动，不由得想起自己办公室里那台胶囊咖啡机。400年的时空差距，在这一刻变得如此具体。陈公子对茶道很有研究，他接过陈明远递来的小茶杯，浅金色的茶汤清澈见底。陈明远微笑摇头，略知皮毛罢了。家父是茶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他抿了一口茶，目光落在那些图纸上。林姑娘方才说的功能分区，在下很感兴趣。终于谈到专业领域，林薇眼睛一亮。她抽出一张相对干燥的图纸，指着上面的线条解释道：现代，我是说，我认为房屋设计应该根据人的活动需求划分区域。比如，这里是公共的待客区，需要宽敞明亮；这里是私密的休息区，应当安静隐蔽。他越说越投入，从功能分区讲到动线规划，从通风采光讲到排水系统。陈明远时而点头，时而提问，问题都切中要害。林姑娘设计的这个卫生间确实精妙，但如何防止晦气回流呢？他指着图纸上的排水管道问道。你看这个弯管设计。林薇蘸了点茶水，在桌面上画了个 U 型，这里会存留少量清水，形成水封，阻隔下水道的气味上冲。陈明远眼前一亮，妙哉！这与酿酒用的曲管异曲同工啊！林薇惊讶于他的领悟力。要知道 U 型水封在现代也是专业设计，
这个古代书生竟能通过如此简单的解释就理解了原理。林姑娘的师承是，陈明远好奇地问，这些设计理念，在下遍览营造法式、子人遗志等典籍，都未曾见过。林威心头一紧，他总不能说自己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，师从多位普利兹克奖得主吧？我自幼跟随父亲学习西洋建筑之法，他含糊其辞，后来家道中落，便独自游历四方，学习各地营造之术。陈明远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，又追问了几个关于西洋建筑的问题。林威小心应对，尽量不露破绽。谈话间，雨势渐小，二楼陆续来了几位文人打扮的茶客，其中一位看到陈明远，远远地拱手招呼：“敬之兄，没想到在此遇见你。”一个身着湖蓝色直多的年轻男子走近，好奇地打量着林威。陈明远起身还礼：“子瞻兄，别来无恙。”这位是男子目光在林威的短发和男装打扮上逡巡。这位林姑娘是建筑行家，陈明远介绍道：“林姑娘，这位是江西举子李子瞻，与在下同年入京复考。”林威学着他们的样子拱了拱手。李子瞻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但很快掩饰过去。敬之兄好雅兴，雨天与家人论道。李子瞻笑道：“不过明日就是礼部会试报道的最后期限，兄台可别误了正事。”陈明远一拍额头，多亏子瞻兄提醒，这几日埋首经书，竟忘了时日。李子瞻又寒暄几句，便告辞离去。林威注意到陈明远的神色变得有些焦虑。陈公子要参加科举考试，他问道。正是。陈明远点头，天启5年会试，3日后开考。在下苦读10载，就为这一搏。林威对明代科举制度略知一二，知道会试是考取进士的关键一步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从图纸堆中抽出一张：“陈公子，这些设计理念或许对你的考试有所帮助。”陈明远疑惑地接过图纸，上面是林威绘制的城市排水系统示意图。周礼考工记有云：“匠人营国，水地以县。”林威引用了一句他恰好知道的古文：“良好的排水系统对城市至关重要。”若在策论中引用这些理念，或许能脱颖而出。陈明远眼中闪过一道亮光，但随即又暗淡下来。林姑娘的设计固然精妙，但科举文章讲究带圣贤立言，这些新奇之说恐难入考官法眼。但大学不是说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吗？林威反驳道：“如果圣贤活在当下，难道不会希望百姓住得更好？”陈明远怔住了，随即轻笑出声：“林姑娘此言甚妙。”他若有所思地摩挲着图纸，或许确实可以一试。雨停了，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窗棂上。陈明远突然起身：“林姑娘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。”“请讲。”“能否借这些图纸一用？在下想仔细研读，或许真能在策论中引用一二。”见林威犹豫，他急忙补充：“当然，在下可以支付报酬。”林威摇摇头：“报酬不必，只是这些图纸是我唯一的谋生工具。”“这个容易。”陈明远从书箱中取出纸笔：“在下可以帮你誊抄一份。而且他顿了顿，恕我直言，林姑娘的表达方式或许需要稍作调整，才能让更多人理解你的设计。”林威恍然大悟：“是啊，他一直用现代术语解释，难怪那些工匠和路人都听不懂。那就麻烦陈公子了。”接下来的2个时辰，他们一起修改设计图。林威教陈明远现代比例尺和绘图技巧，陈明远则帮他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古文表达。2人配合默契，竟在日落前完成了全部图纸的修订。大功告成，陈明远揉了揉酸痛的手腕，将最后一张图纸递给林威：“这些是副本，正本我带走研读。3日后会试结束，定当归还。”林威接过图纸，惊讶地发现陈明远的临摹极为精准，还在旁边用小楷做了详细批注，解释各种设计的用途和原理。陈公子画技了得，他由衷赞叹。陈明远谦虚地笑笑：“家父是县里的画师，从小逼我练字习画，没想到今日派上用场。”茶馆的灯笼陆续点亮，
提醒着人们夜幕将至。陈明远坚持付了茶钱，又塞给林薇一小块碎银，聊表谢意。林薇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下。两人在茶馆门口道别时，陈明远突然问道：“林姑娘明日还会在街角摆摊吗？”“应该会。”林薇点头，“我得赚钱糊口啊。”会试为期3日，待考完，我定去寻姑娘。陈明远郑重地说：“若这些设计真能助我金榜题名，必有重谢。”林薇笑着摇头：“不必重谢，能遇到懂我设计的人，已经很开心了。”陈明远深深看了他一眼，那目光中有好奇，有欣赏，还有些林薇读不懂的情绪。他拱手作别，青涩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华灯初上的街角。林薇回到小客栈，点亮油灯，仔细翻看陈明远修改过的图纸。那些熟悉的线条旁，工整的小楷注释让他的现代设计理念穿上了古雅的外衣。他轻轻抚摸纸面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在这个陌生的时空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理解自己的人。窗外，一轮新月悄然升起。林薇取出藏在枕下的 Apple Watch， 按下侧键，依旧黑屏。他叹了口气，将它重新藏好。不管怎样，先活下去，他对自己说，然后或许能找到回去的方法。但想到陈明远专注倾听时的神情，他心中又泛起一丝莫名的期待。贡院内，3000举子伏案疾书。陈明远坐在狭小的号舍中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虽是3月天，但连日的紧张备考加上考场的压抑气氛，让他感到一阵阵燥热。他展开策论题目，论民居改良与百姓福祉。天助我也，陈明远险些脱口而出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平复激动的心情。这题目简直是为林薇的设计理念量身定做的。研墨、铺纸、润笔。陈明远闭目沉思片刻，将林薇讲解过的种种现代建筑原理在脑海中一一闪过。当他再次睁眼时，目光已变得坚定而清明。笔锋落在宣纸上，墨迹如行云流水。臣闻圣人之治，必先民居。今观京师之宅，高檐叠瓦者有之，棚户瓮游者亦有之。然无论华陋，皆有3弊：一曰污秽漫流，二曰烟火熏灼，三曰寒暑逼人。陈明远的笔锋越来越快，将林薇的现代理念用古文娓娓道来。他提出了民居改良实策，包括室内净房设计、集中排水系统、通风采光优化等创新构想，每一条都配有详细的实施方法和预期效果。写到关键处，他甚至直接在答卷上画起了示意图，这是科举考试中极为罕见的大胆之举。U 型水风管道、通风井设计、功能分区布局，这些超越时代的设计在宣纸上跃然而出。亦曰：穷则变，变则通。今民居之弊久矣，非革新不足以利民生。臣以为实用即道，利民为德。最后一笔落下，陈明远长舒一口气。他检查了一遍答卷，满意地点点头。这份策论若被考官接受，或许真能改变许多百姓的居住环境；若被视为离经叛道，他摇摇头，不愿多想。3场考试结束，陈明远随着人流走出贡院。春日的阳光洒在脸上，他眯起眼，恍惚间仿佛看到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短发、素衣，正冲他微笑。待他定睛再看时，那人影已消失在人海中。林姑娘，陈明远喃喃自语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思念。阅卷房内，10余名考官正为一份答卷争论不休。荒谬！室内设策，晦气冲煞，成何体统？一位年迈的考官拍案而起，花白胡子气得直抖。但这排水设计确实精妙。另一位考官指着图纸道：若真能如其所言阻隔晦气，倒是利民之举。离经叛道，老考官怒喝：科举文章当遵孔孟，岂能妄谈这些工匠之术？李大人此言差矣。一个温和但坚定的声音插入争论。众人回头，只见本次会试的主考官徐光启正捧着那份争议答卷细细品读。徐光启官居礼部侍郎，精通西学，是朝中少有的开明派。大学有云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
这份答卷虽标新立异，但言之有物，切中时弊。徐光启指着答卷上的图纸，尤其是这排水设计，暗合太溪水法原理，若能实施，却可减少疫病传播。徐大人，这老考官还想争辩？徐光启抬手制止，诸位且看这最后一句，实用极道，利民为德。此言深得圣人之旨。科举取士，本为选拔经世致用之才，此子见识不凡，当列前茅。主考官一锤定音，争议渐渐平息。但谁也没注意到，角落里一个面容阴鸷的中年官员正死死盯着那份答卷，眼中闪过一丝嫉恨。他是工部侍郎赵德昌，向来与徐光启政见不合。放榜日，贡院外人头攒动，林威挤在人群中，踮起脚尖张望。他本不想凑这个热闹，但想到陈明远可能就在这金榜之上，还是忍不住来了。意甲第1名，湖广陈明远。随着唱名声，人群爆发出阵阵惊呼和赞叹。林威心头一跳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他真的做到了。那些现代设计理念，竟然真的帮助一个古代书生高中状元。他转身挤出人群，打算回街角继续摆摊。虽然陈明远答应考完来找他，但新科状元想必应酬繁多，哪会记得他这个小人物？街角处，林威刚铺开图纸，几个地痞模样的男子就围了上来。小娘子，在这儿摆摊，问过我们兄弟没有？为首的刀疤脸一脚踩在图纸上，狞笑道。林威强忍怒气，这位大哥，小女子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要交多少摊位费？啧，还挺上道。刀疤脸弯腰凑近，一股蒜臭味扑面而来。不过我们不要钱，只要小娘子陪我们喝杯酒。说着，一只脏手就向林威脸上摸来，他猛地后退，撞翻了身后的笔墨摊。哟，还挺烈。刀疤脸一挥手，兄弟们，给我砸了这摊子。几个混混一拥而上，将林威精心绘制的图纸撕得粉碎，砚台砸在地上，墨汁溅得到处都是。林威想去阻拦，却被刀疤脸一把抓住手腕。放开我！他奋力挣扎，却敌不过对方力气。周围路人纷纷避开目光，无人敢上前相助。就在林威绝望之际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。住手！一声轻喝如惊雷炸响。刀疤脸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马鞭抽在手上，痛得嗷嗷直叫。林威抬头，只见一匹白马人立而起，马背上坐着个身穿大红状元袍的年轻男子，正是陈明远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欺辱弱女子，该当何罪？陈明远厉声喝道，俊朗的面容因愤怒而显得格外威严。刀疤脸认出是新科状元，吓得跪地求饶，状元爷饶命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滚！陈明远一声怒喝，几个地痞连滚带爬地逃走了。他翻身下马，快步走到林威面前，林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林威摇摇头，看着满地狼藉，苦笑道，可惜了这些图纸。无妨，我都记在这里了。陈明远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林姑娘，我中了状元，多亏了你的设计理念。林威这才注意到，陈明远身后还跟着一队官差和看热闹的百姓。所有人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能让新科状元当街相助的奇女子。恭喜陈公子！林威扶了扶身，不，现在该叫陈状元了。陈明远摇摇头，在你面前，我永远是陈明远。他看了看四周越聚越多的人群，低声道，此处不便说话，我们换个地方如何？林威点头。陈明远命人牵来一匹温顺的母马，亲自扶他上马，自己则牵着缰绳走在前面。在无数道或好奇或羡慕的目光中，两人缓缓离开了街市。茶楼雅间内，陈明远详细讲述了考试经过。徐大人特别欣赏你的设计理念，尤其是排水系统那部分。他兴奋地说，皇上已经下旨，命我在翰林院供职，专司京城民居改良事宜。林威惊讶地睁大眼睛，真的？那些设计真的能被采用？当然，陈明远握住他的手，不过需要稍作调整，以适应现有的材料和工艺。林威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被他握着，
脸上一热，轻轻抽了回来。那太好了，能帮到更多人，正是我的愿望。林姑娘，陈明远突然正色道，我想请你做我的幕僚，共同推进这些改良。当然，酬金从优。林薇愣住了，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，一个女子做官员的幕僚，这简直闻所未闻。这合适吗？她迟疑道。陈明远笑了，徐大人说了，实用即到。既然你的才能远胜常人，又何必拘泥于男女之别？看着陈明远真诚的目光，林薇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在这个陌生的时空，她不仅找到了理解自己的人，还可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他郑重地点头。陈明远欣喜若狂，当即从怀中掏出一把钥匙，这是我在城西的一处小院，虽然简陋，但比客栈舒适些。林姑娘若不嫌弃，可搬去那里住。见林薇面露犹豫，她连忙补充，院中有2进，你我各住1进，互不打扰。而且那里有个惊喜等着你。什么惊喜？陈明远神秘地眨眨眼，等你去了就知道。当日傍晚，林薇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跟随陈明远来到城西小院。推开斑驳的木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方整洁的庭院，角落里种着几株海棠，正值花期，粉白的花朵在夕阳下格外娇艳。这前院是我的书房和客厅，后院是林姑娘的住处。陈明远引着她穿过月洞门，来看看你的惊喜。后院比前院稍小，但布置得更为精致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角落里的一个小屋，屋门上挂着净室2字。这时林薇疑惑地推开门，随即惊喜地叫出声来。屋内是一个简易但功能齐全的卫生间，虽然材料都是古代的，但设计完全按照它的图纸，陶瓷便器连接着竹制管道，墙上挂着铜制水箱，拉动绳索就能冲水。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洗手盆，通过主管与外面的水缸相连。我找了京城最好的陶瓷匠和木匠，按照你图纸上的样子做的。陈明远有些忐忑地问，还满意吗？林薇眼眶湿润了，这个古代书生竟然为了他的习惯，专门打造了一个跨越400年的卫生间。谢谢，他声音哽咽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。陈明远笑了，眼中满是温柔，林姑娘喜欢就好。明日一早我来接你，徐大人想见见你这个设计奇才。月光下，两人隔着一方石桌对坐，讨论着未来的计划。夜风轻拂，海棠花瓣悄然飘落，仿佛在为这段跨越时空的缘分轻轻祝福。林姑娘，再检查一遍衣冠。陈明远站在院门口，看着林薇娣无数次整理自己的衣着。清晨的阳光透过海棠树枝叶，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林薇深吸一口气，抚平衣裙上并不存在的皱褶。她今天穿了一件藕荷色交领襦裙，头发挽成简单的发髻，插着一支陈明远送的木簪，这是她能找到的最接近现代简洁风格的装扮。我看起来没问题吧？她不安地问。陈明远眼中闪过赞赏的光芒，温婉大方，恰到好处。自从3天前答应做陈明远的幕僚，林薇就一直在为这次面见徐光启做准备。她反复练习跪拜礼仪，背诵各种尊称敬语，甚至学会了如何用团扇优雅地遮住半边脸，这是陈明远坚持要她掌握的闺秀必备技能。记住，徐大人虽然开明，但宫中规矩森严。前往皇宫的马车上，陈明远再次叮嘱，见到皇上要行3跪9叩大礼，回答问题时眼睛不能直视龙颜。林薇的掌心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她将要见到的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明朝皇帝，不是影视剧里的演员，不是教科书上的画像，而是活生生的掌握生杀大权的君王。如果我说错话怎么办？她声音发颤。陈明远轻轻握住她的手，有我在。简单的3个字，却奇迹般地安抚了林薇紧绷的神经。他看着身旁这个古代书生坚毅的侧脸，突然觉得，或许穿越到400年前并不是最糟糕的事。马车在紫禁城东华门前停下，林薇仰头望着巍峨的红色宫墙和金碧辉煌的角楼，呼吸为之一滞。
在现代，他曾多次参观故宫，但那些开放的旅游景点与眼前这座正在运转的皇宫截然不同，侍卫森严，旌旗猎猎，处处透着不容侵犯的皇家威严。翰林院修撰陈明远，奉诏入宫，陈明远向守门侍卫出示腰牌，又指了指林威，这位是我的幕僚林氏，徐大人特许随行。侍卫检查了文书，挥手放行。穿过重重宫门，林威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一幅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太监宫女匆匆穿行，官员们三三两两低声交谈，远处传来悠扬的钟鼓声。低头，陈明远小声提醒，不要四处张望。林威赶紧垂下眼帘，盯着自己的脚尖，脚下的青石板被磨得光滑如镜，倒映出他紧张的面容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一处偏殿。殿前站着几位官员，其中一位60岁左右、面容儒雅的老者迎上前来。明远来了。老者笑容和蔼，目光却锐利地扫过林威。这位就是你说的那位设计奇才？陈明远深深一揖，回徐大人，正是。林姑娘虽为女子，但见识非凡，学生能高中状元，多亏她的指点。徐光启，这位明朝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、政治家，仔细打量着林威，眼中既有好奇，也有一丝怀疑。听闻姑娘精通泰西建筑之术，徐光启开门见山。林威扶了扶身，民女只是略知一二。徐大人，林姑娘的设计理念确实精妙。陈明远插话道，尤其是排水系统，若能推广，必能减少京城夏季的瘟疫。徐光启点点头，皇上对此也很感兴趣。今日特意召见，就是想看看你们的改良民居究竟有何神奇之处。林威心头一跳，皇上要见我们？正是。徐光启转身引路，随我来吧。穿过几道回廊，他们来到一座更为宏伟的殿宇前。殿外侍卫林立，气氛肃穆。徐光启整理衣冠，低声嘱咐，记住礼仪，回答要简洁明了。林威的膝盖开始发抖。陈明远悄悄递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。宣，新科状元陈明远，幕僚林氏觐见。尖细的太监唱名声让林威浑身一颤。他机械地跟着陈明远进入大殿，余光瞥见两侧站满了文武百官。在陈明远的示意下，他跪倒在地，行3跪9叩大礼。平身。一个略带疲惫的男声从上方传来。林威小心翼翼地起身，依然低着头。透过睫毛的缝隙，他看到大殿尽头的龙椅上坐着个30岁左右的男子，面容清瘦，眼袋明显，正是明朝第15位皇帝朱由校，年号天启。陈爱卿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位精通营造之术的女子？皇帝的声音带着几分好奇。陈明远上前一步，回陛下，正是。林姑娘虽出身民间，但对建筑之道见解独到。陈策论中所提民居改良实策，多出自她的设计。哦，皇帝似乎来了兴趣，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林威缓缓抬头，但视线依然恭敬地垂着。他能感觉到满朝文武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，如芒在背。林氏，朕听闻你设计了一种室内净房，可有此事？皇帝问道。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林威声音微颤，但尽量保持清晰。民女设计的净房配有冲水装置和排水管道，可将秽物直接排至屋外化粪池，既卫生又方便。殿中顿时响起一片窃窃私语。一位身着飞袍的官员出列奏道：陛下，室内如厕有违祖制，晦气冲撞家神，恐非祥兆啊。林威偷眼看去，只见那官员约莫40多岁，面容阴鸷，看他的眼神充满敌意。赵爱卿多虑了。徐光启出言反驳，泰西各国早有此制，并未闻有何不祥，反倒因卫生改善，疫病大减。赵德昌，工部侍郎，冷哼一声：徐大人张口泰西闭口泰西，莫非我堂堂天朝反要效法蛮夷？眼看争论将起，皇帝抬手制止：二位爱卿不必争执。林氏，你可有实物能证明此设计之效？林威灵机一动：陛下，民女可现场演示原理。在皇帝首肯下，太监们很快搬来一个沙盘。
林薇用随身携带的炭笔在沙上画出房屋平面图，又用竹片、粘土等材料制作了一个简易模型。他将茶水倒入代表净房的区域，水流顺着他设计的管道流向化粪池，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没有一滴外泄。妙哉！皇帝竟从龙椅上走下来，近距离观看演示，这弯管设计甚是精巧，果然阻隔了晦气回流。林薇趁机详细解释了通风、采光等其他改良设计。皇帝听得连连点头，甚至亲自尝试了冲水装置的操作。陈爱卿所言非虚，林氏确实有巧思。皇帝赞许道：“朕决定先在京城贫民区择一处试行改造，若效果良好，再行推广。”陛下圣明。陈明远和林薇同时跪拜。林氏虽为女子，但才华难得。皇帝沉吟片刻，朕特许她以工部顾问身份协助此事，年俸60石。林薇又惊又喜。这意味着他在这个时空有了正式身份和收入来源。赵德昌脸色铁青，但不敢违抗圣意，只能悻悻地退回队列。然而他看向林薇的眼神中，嫉恨之色更浓了。退朝后，陈明远和林薇跟着徐光启来到工部衙门办理相关文书。走出皇宫时，林薇长舒一口气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我做到了，他小声对陈明远说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没有说错话，没有行错礼，还得到了皇帝的认可。陈明远微笑，我说过，你有经世之才，必会得到赏识。不过那个赵大人似乎很不喜欢我。林薇想起赵德昌阴冷的眼神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陈明远神色凝重，赵德昌是工部侍郎，向来与徐大人不和。他是工部为自己地盘，如今你以顾问身份介入，他自然不快。今后行事需多加小心。正说话间，天空突然阴沉下来，转眼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。陈明远急忙撑开随身携带的油纸伞，将林薇护在身侧。靠近些，别淋湿了，他轻声说，手臂虚环着林薇的肩膀，既保持礼貌距离，又确保他能完全躲在伞下。林薇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墨香和雨水的气息。伞下的空间狭小而私密，他甚至能听到陈明远平稳的心跳声。一种奇异的安全感涌上心头，让他暂时忘却了赵德昌带来的阴霾。我们先去勘测贫民区吧，林薇提议，早点开始规划。陈明远点头，正合我意。雨水将京城的街道冲刷得泥泞不堪。当他们来到城南的贫民区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林薇心头发紧。低矮的茅屋拥挤不堪，污水横流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。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赤脚在泥水中玩耍。这里最需要改造，林薇轻声道，从怀中取出炭笔和本子，开始记录地形和建筑分布。陈明远帮他撑着伞，不时提出建议，排水沟可沿这条自然坡度铺设，这处空地适合建公共净房。雨水顺着伞沿滴落，在地上溅起一朵朵小水花。两人的衣摆都已湿透，但谁也没有提出回去。林薇专注地画着草图，陈明远则与当地居民交谈，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。这位大姐，请问平时打水要走多远？林薇问一位抱着婴儿的妇女。妇女警惕地看了她一眼，但在陈明远温和的解释下，渐渐打开了话匣子。越来越多的人围拢过来，七嘴八舌地说着居住的不便，屋顶漏雨，没有隐私，臭气熏天。林薇认真记录着每一条意见，不时用炭笔在图上做标记。他发现，当用灶台离睡处太近，烟火呛人代替功能分区不合理，用雨天污水倒灌代替排水系统落后时，居民们更容易理解他的想法。林姑娘很擅长与人沟通，回程路上，陈明远赞赏道，你刚才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解释设计，效果很好。林薇微笑，这是跟你学的。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茶馆相遇吗？你教我如何将现代术语转化为古文。雨渐渐停了，夕阳从云层中透出金色的光芒。陈明远收起伞，突然郑重地说，林姑娘，我想请你设计一座特别的建筑。什么建筑？
一座融合古今设计理念的客栈，既能展示现代建筑的优越性，又能保留传统美学。陈明远眼中闪烁着憧憬，我有些积蓄，可以买下一处旧宅院进行改造。林薇心跳加速，就像一个示范项目。正是，陈明远点头，若成功，可让更多人亲眼见到改良的好处，比我们苦口婆心劝说有效得多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林薇兴奋地说，我们可以保留传统建筑的外观，内部则采用现代设计。飞檐翘角与冲水净房并存，雕花窗棂与通风系统结合。他越说越快，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各种建筑结构。陈明远含笑看着他，眼中满是欣赏和一丝难以察觉的柔情。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交织在一起，仿佛预示着他们未来紧密相连的命运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工部衙门的某个角落，赵德昌正对着一个心腹低声吩咐，去查查那个林氏的底细。一个女子怎会懂得这些奇技淫巧？必有古怪。晨光熹微，林薇站在一处破旧的宅院前，手中的炭笔在纸上快速移动。微风拂过，带来一丝初秋的凉意，却吹不散他脸上的兴奋。这里可以改成大堂，那边做厨房，后面2进院子正好改造成客房。他一边测量，一边自言自语，不时在图纸上标注尺寸。这座位于城西的3进4合院是陈明远用积蓄购置的，准备改造成展示性的客栈。虽然年久失修，但主体结构完好，青砖灰瓦间依稀可见当年的气派。林姑娘来得真早，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林薇转身，看见陈明远一袭靛青色直多，手持2包早点走来。晨光为他镀上一层金边，衬得他眉目如画。睡不着，索性早点来勘测。林薇接过早点，是热腾腾的肉包和豆浆。这宅子位置很好，离闹市不远，却又安静，改造成客栈再合适不过。陈明远咬了一口包子，我打听过了，这宅子原是徽州一位茶商的别院，后来家道中落，闲置多年。虽有些破败，但用料考究，木结构都是上好的楠木。林薇点点头，带着陈明远在宅子里转了一圈，详细讲解他的改造方案。前院做接待大堂，中间2进院子改造成客房，后院保留厨房和仆人住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只向图纸上一处标记，每间客房都要有独立的净房。陈明远仔细查看图纸，眉头微蹙，这工程量不小，尤其是排水系统，需要挖开地面铺设管道，所以需要找可靠的工匠。林薇收起图纸，最好是年轻些的，更容易接受新理念。3日后，10余名工匠聚集在宅院里。陈明远通过徐光启的关系，找来了京城几家最有名的营造型的好手。林薇穿着便于行动的短打衣裳，头发挽成简单的发髻，站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讲解设计方案。每间净房都将配备冲水装置，秽物通过地下管道排到后院的化粪池。林薇指着图纸解释，这样既能保持室内清洁，又能避免异味。工匠们面面相觑，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男子忍不住开口，姑娘，室内如厕不合规矩啊，晦气冲撞家神，要倒大霉的。这位师傅贵姓？林薇不慌不忙地问。小的姓鲁，世代瓦匠。男子挺起胸膛，颇为自豪。鲁师傅，请问您家里有老人孩子吗？冬天夜里起夜，是不是很不方便？鲁师傅一愣，这确实，我老娘腿脚不便，冬天常抱怨这事。如果净房就在卧房隔壁，又干净又暖和，岂不是方便很多？林薇趁机解释水风原理，而且有了这个弯管设计，晦气不会回流，绝对不会有异味。工匠们将信将疑，但看在丰厚工钱的份上，还是答应试一试。开工第1天，林薇亲自示范如何用竹筒和陶管制作简易的排水系统。他灵巧的双手和专业的指导，渐渐赢得了一些年轻工匠的钦佩。林姑娘，这角度对吗？一个叫阿荣的年轻木匠问道，他正在安装净房的隔板。林薇检查了一下，再倾斜一点，方便排水。他拿起工具示范，像这样。
陈明远站在不远处，看着林薇在一群工匠中穿梭直捣，阳光透过残破的屋顶，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他讲解时的神采飞扬，示范时的专注认真，都让他移不开视线。陈大人好眼光啊！鲁师傅不知何时站在了旁边，顺着陈明远的目光看向林薇。这位林姑娘虽说是个女子，但手艺见识着实了得。陈明远微笑，是啊，她很特别。大人是要娶她过门吧？鲁师傅压低声音，这样有才的女子可不多见。陈明远耳根一热，正不知如何作答，林薇已经走了过来。鲁师傅，西厢房的地基需要加固，您来看看。工程进展顺利，转眼半月过去，宅院已初具规模。大堂的梁柱重新砌过，客房隔出了独立空间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正在安装的净房系统，陶瓷便器通过竹制管道连接，巧妙地隐藏在木质隔断后面。这天下午，林薇正和陈明远在后院讨论化粪池的位置，突然前院传来一阵喧哗。官府查案，闲杂人等退开。几个衙役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为首的捕头手持公文，有人举报此处私改建筑形制，违反营造法式。奉工部赵大人之命，即刻停工查验。工匠们吓得纷纷放下工具。林薇心头一紧，看向陈明远，他面色凝重，但还算镇定，上前拱手道：“这位差爷，本官乃翰林院修撰陈明远，此工程已获徐光启徐大人首肯，不知。”陈大人恕罪。捕头态度稍缓，但依然强硬，小的也是奉命行事。赵大人说了，室内设测有违组制，需立即停工，待工部查验后再做定夺。陈明远眉头紧锁，可有公文？捕头递上一份盖着工部大印的文书。陈明远快速浏览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怎么了？林薇小声问。赵德昌以为治为由勒令停工，陈明远咬牙道，还说要彻查幕后主使，分明是冲我们来的。捕头指挥衙役贴封条，工匠们被迫离开。林薇眼睁睁看着半个月的心血被强行中断，胸口像压了块大石。别担心，等衙役走后，陈明远轻声安慰，我去找徐大人想办法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你暂时别露面。陈明远神色凝重，赵德昌明显是冲你来的。他嫉妒徐大人的皇上器重，又不满你以女子身份参与工部事务。若被他抓住把柄，林薇明白他的担忧。自己一个穿越者，身份经不起推敲，若被官府细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我先回小院。他点点头，你小心。陈明远派了2个可靠的小司户送林薇回去，自己则直奔徐府。林薇回到城西小院，坐立不安。夕阳西沉，陈明远仍未归来。他点亮油灯，翻开设计图纸，试图通过工作分散注意力，却总忍不住望向门口。直到月上中天，门外才传来脚步声。林薇急忙跑去开门，陈明远一脸疲惫地站在月光下，衣袍上沾着尘土。怎么样？他急切地问。陈明远摇摇头，走进屋内，灌了一大口茶水。徐大人被临时派去通州督察漕运，7日后才能回京。赵德昌显然是瞅准这个机会发难的。那我们只能暂停工程，等徐大人回来再说。陈明远叹了口气，不过赵德昌不敢动已经建好的部分，只是不准我们继续施工。林薇咬着嘴唇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如果不是我坚持要室内净房。不，陈明远打断他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赵德昌反对的不是净房设计，而是任何革新。他是工部为自己地盘，不容外人智慧，尤其不能接受一个女子的想法胜过他们祖传的营造法。油灯噼啪作响，在墙上投下2人晃动的影子。林薇突然感到一阵疲惫和委屈。在现代，他是受人尊敬的建筑大师，作品遍布全球。在这里，他却因为性别和为质的罪名而寸步难行。我送你回房休息吧，陈明远轻声道，明天我再想办法。林薇点点头。走到房门口时，他突然转身，陈明远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相信我，支持我的设计，
他真诚地说，在这个时代能遇到你这样的知音，我很幸运。陈明远的眼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柔，能遇见你，才是我三生有幸。两人四目相对，一股微妙的电流在空气中流转。林薇先移开了视线，脸颊微微发热。晚安。晚安，陈明远柔声回应，等他关上门才转身离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薇足不出户，专心修改设计图。陈明远则四处奔走，试图通过关系解除禁令。第4天傍晚，他带回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。赵德昌派人调查你的来历。陈明远神色凝重，他怀疑你不是普通民女。林薇手中的炭笔啪嗒掉在地上，他发现了什么？暂时还没有。你当初入城时用的假录影，记录的是南方某地人士，那里正闹瘟疫，一时难以查证。陈明远皱眉，但我担心他迟早会发现问题。林薇下意识摸了摸藏在衣内的 Apple Watch， 这是他与未来唯一的联系，也是最大的隐患。若被官府发现这个妖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更糟的，陈明远继续道，赵德昌在皇上面前参了徐大人一本，说他引进妖人，蛊惑圣听。虽然皇上没有理会，但妖人，林薇苦笑，是指我吗？陈明远点头，朝中保守派一直反对革新，是徐大人和我们为眼中钉。这次客栈事件正好给了他们发难的借口。林薇走到窗前，望着院中那株开始落叶的海棠。秋风吹过，带走了几片枯黄的叶子。他突然感到一阵孤独和无助，在这个陌生的时空，他就像那飘零的落叶，无根无基。也许我该离开京城，他轻声道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不行，陈明远猛地站起身，你一走，不正坐实了他们的指控？而且他的声音低了下来，而且我不想你走。林薇转身，看见陈明远眼中闪烁的情感，心头一颤。两人沉默相对，空气中弥漫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我不会走。最终，林薇打破沉默，我们一起想办法渡过难关。陈明远露出这几天来第一个真心的笑容，对，一起。当晚，林薇辗转难眠。她起身点亮油灯，从暗格中取出那个没电的 Apple Watch。金属表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仿佛在嘲笑他徒劳的希望。如果能回去，他喃喃自语，却又想起陈明远说不想你走时的眼神，心中一阵刺痛。窗外，一轮明月高悬。林薇不知道的是，就在此时，赵德昌的密探正在城南的一家小客栈里，从一个地痞手中接过一样东西，那是林薇初到京城时不慎遗失的手机套。大人，这东西的材质绝非我朝所有，密探低声汇报，上面的图案文字也古怪至极。那林氏必有蹊跷。赵德昌抚摸着那个硅胶手机套，阴冷的笑容在烛光下显得格外狰狞。继续查，找到确凿证据，我要让徐光启和他的奇女子永无翻身之日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，林薇正在院中洗漱，冰凉的水拍在脸上，驱散了最后一丝睡意。自从客栈工程被叫停，已经过去了5天，徐光启还有2日才能回京。这些天他足不出户，专心修改设计图，连陈明远也少见，怕给他惹来更多麻烦。林姑娘，有您的信。小厮阿福从门外跑来，递上一封没有署名的信笺。林薇拆开一看，只有寥寥数字：53克，琉璃厂东街茶馆，事关生死，勿告旁人。字迹歪斜，像是用左手写的。林薇心头一紧，会是陈明远遇到麻烦了吗？还是徐大人提前回京了？他翻来覆去检查信纸，找不到更多线索。阿福，这信是谁送来的？一个小乞丐说是一位穿蓝衣服的公子给的。阿福挠挠头，给了2个铜钱就跑没影了。蓝衣服？陈明远常穿靛青色直多，林薇咬咬嘴唇，决定冒险走一趟。他换上最不起眼的褐色衣裙，将头发全部挽起，藏在布巾下，看起来像个普通民妇。我去就回，若陈大人来找，就说我去买绣线了。
琉璃厂东街是京城有名的文玩市场，平日里人来人往。林薇按约定时间来到茶馆，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点了一壶最便宜的茶水。茶刚上桌，对面就坐下一个人，不是陈明远，而是一个面容阴鸷的中年男子，工部侍郎赵德昌。林薇手一抖，茶水洒在桌上，他强自镇定，压低声音道：“赵大人何意？假托他人之名邀民女前来。”赵德昌冷笑一声，从袖中掏出一个物件，拍在桌上：“林姑娘可认得此物？”林薇瞳孔骤缩，那是她的手机硅胶保护套，粉色的，上面印着她最喜欢的建筑图案。初到京城时，她曾随身携带，后来不知何时丢失了。这是什么？她强作镇定。装糊涂。赵德昌眯起眼睛，这物件材质非丝非极，上面的图案古怪至极。据查，是从你身上掉落的。林薇心跳如鼓，手心渗出冷汗。在现代再普通不过的手机套，在这里却成了无法解释的妖物。民女不知大人在说什么，她站起身想走。坐下，赵德昌一声低喝，两个壮汉立刻堵住了去路。林氏，你以为凭几分姿色和奇技淫巧，就能迷惑状元郎，蛊惑圣听？林薇深吸一口气，赵大人，民女只是协助陈大人做些建筑设计，何来迷惑蛊惑之说？建筑设计，赵德昌冷笑，一个女子无师无成，却懂得连工部大将都闻所未闻的营造之术。还有这，他又掏出一张纸，上面画着 Apple Watch 的草图，你腕上常戴的腰镯，有人见过它发光？林薇如坠冰窟，他一直小心隐藏的 Apple Watch 竟被人注意到了。来人！赵德昌一声令下，将这妖女拿下，押送大理寺问审。两个壮汉一左一右架住林薇，茶馆里的客人纷纷避开目光，无人敢出声相助。放开我！我不是妖女！林薇挣扎着，却被一块布巾塞住了嘴。在被拖出茶馆的瞬间，他看到街角闪过一道熟悉的身影，陈明远的小厮阿福。男孩惊恐地睁大眼睛，转身就跑，希望他能及时报信，这是林薇失去意识前最后的念头。当林薇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阴冷潮湿的石板上，四周是粗粝的石墙，角落里放着一个散发着恶臭的便桶，这是一间牢房。醒了，牢门外，一个满脸横肉的狱卒咧嘴一笑，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。赵大人吩咐了，好生照料你。林薇挣扎着坐起，后颈传来阵阵刺痛。他摸了摸，发现头发散乱，发簪不见了，手腕上的 Apple Watch 也不翼而飞。我的东西呢？妖物自然要上交。狱卒狞笑，大理寺少卿已经去请龙虎山的道长了，明日就来做法，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妖精变的。林薇浑身发冷，在这个迷信的年代，被指控为妖女几乎等同于死刑，即使最后证明不是妖怪，严刑拷打也足以要人命。狱卒锁上门离开了，留下林薇一人在昏暗的牢房中。高处的小窗透进一缕微光，照出墙上斑驳的血迹和无数指甲抓痕。这里曾经关押过多少绝望的人？冷静，必须冷静。林薇深呼吸，强迫自己思考。陈明远知道他被捕了吗？他会冒险来救他吗？就算来了，能对抗赵德昌这样的朝廷大员吗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小窗透进的光线渐渐变暗。狱卒送来的晚饭是一碗发馊的稀粥和半块黑乎乎的窝头，林薇勉强吃了几口，就再也咽不下去。夜幕降临，牢房陷入漆黑，远处不时传来犯人的惨叫和狱卒的喝骂声。林薇蜷缩在角落，抱着双膝，第一次感到彻底的绝望。突然，一阵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从门外传来，林薇警觉地抬头，看见牢门锁孔在轻轻转动。谁？他低声问。门开了，一个黑影闪了进来。借着微弱的月光，林薇认出了那双熟悉的眼睛，陈明远。嘘，他示意噤声，快速蹲到他身边。你受伤了吗？林薇摇摇头，喉咙突然哽住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。陈明远轻轻擦去他的泪水，从怀中掏出一卷黄卷，皇上密旨，
赦你无罪。皇上，怎么会？徐大人星夜回京，面圣陈情。陈明远快速解释，皇上本就不信什么妖女之说，加上徐大人力保，这才下了密旨。但赵德昌事大，我们必须连夜离开京城。他帮林薇站起来，却发现他双腿发软，几乎走不动路。我背你。陈明远二话不说蹲下身，趴在陈明远背上，林薇感受到他稳健的步伐和温热的体温。他们悄悄穿过阴暗的走廊，避开巡逻的狱卒，从一扇小侧门溜出了大牢。清凉的夜风扑面而来，林薇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。院墙下，阿福牵着一匹马在等候。大人，快！东门守卫已经打点好了。陈明远将林薇扶上马背，自己翻身坐在他身后，一手揽住他的腰，一手握紧缰绳。抱紧我，他在他耳边低语，随即催马前行。马儿在夜色中飞奔，穿过寂静的街巷。林薇靠在陈明远胸前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，竟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心。尽管他们正在逃亡，东门守卫果然已经买通，他们顺利出了城。又奔驰了约莫1个时辰，陈明远才在一处隐蔽的农舍前勒马。这是我一位同窗的老家，暂时安全。他扶林薇下马，他的手冰凉颤抖。别怕，已经没事了。农舍主人是一对老夫妇，热情地迎他们进屋，端来热粥和干净衣物。林薇换好衣服，坐在炉火边小口啜饮热粥，这才感觉活了过来。赵德昌不会善罢甘休，对吧？他轻声问。陈明远摇摇头，他丢了面子，定会派人追查。我们在这里躲几日，等徐大人处理好朝中事务再回去。老夫妇为他们收拾出一间干净的厢房。夜深人静，林薇站在院中，仰望满天繁星。陈明远悄悄走来，为他披上一件外衣。夜里凉。陈明远，林薇转身面对他，月光下他的轮廓格外分明。我有事要告诉你。我真的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林薇深吸一口气，我来自400多年后的未来。那个被赵德昌称为妖物的东西，在未来只是很普通的物品。说出这个埋藏已久的秘密，他如释重负，却又忐忑不安。陈明远会相信吗？会害怕吗？出乎他的意料，陈明远轻笑出声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林薇瞪大眼睛。不是一开始就知道。陈明远仰头看着月亮，但你太不同了，你的言谈举止，你的知识见解，还有那些设计理念都超前的不可思议。再加上你对基本常识的陌生，他转头看他，眼中满是温柔。我猜，你来自一个女子可以读书做官的时代。林薇点点头，眼泪再次涌出。是的，在我的时代，女子可以从事任何职业。我是一名建筑师，设计过很多高楼大厦。高楼大厦？有多高？比皇宫最高的殿宇还要高10倍。林薇比划着，用钢铁和玻璃建造，夜晚灯火通明，像晴天的火炬。陈明远没有表现出怀疑或恐惧，只有纯粹的好奇和惊叹。那一定很美。你不怕我吗？不觉得我是妖怪？妖怪怎会有你这样澄澈的眼睛？陈明远轻轻拭去他脸上的泪水。无论你来自何时何地，你都是林薇，是我。他顿了顿，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月光下，两人的影子交融在一起。林薇鼓起勇气，踮起脚尖，在陈明远唇上轻轻一吻。这个跨越400年的吻，轻柔如蝶翼，却重若千钧。陈明远呆立片刻，随即紧紧抱住他，回以更热烈的吻。夜风轻拂，树影婆娑，仿佛连天地都在为这一刻祝福。突然，一声尖锐的破空声打破了宁静。小心！陈明远猛地将林薇推开，自己却被一支箭射中肩膀，踉跄着后退几步。陈明远！林薇尖叫。黑暗中窜出几个黑衣人，为首的冷笑道：赵大人果然料事如神，就知道你们会逃到这里。陈明远咬牙拔出肩头的剑，鲜血立刻浸透了衣衫。阿福，带林姑娘走。少年阿福从屋内冲出，手持一根木棍挡在林薇面前。老夫妇也被惊醒，拿着农具出来助阵。黑衣人不屑地哼了一声，
螳臂当车，挥手示意同伴上前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和呼喝声。黑衣人警觉地回头，只见一队举着火把的官差正向农舍奔来。撤！黑衣人首领不甘地一挥手，几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。来的是徐光启派来的护卫。原来阿福在出城时就暗中派人去报信，徐大人担心他们安危，特地派了心腹前来保护。陈大人，您受伤了。护卫首领看到陈明远肩头的血迹，大惊失色。陈明远摇摇头，不碍事。话未说完，却突然面色发青，踉跄着倒下。剑上有毒。林威撕开他的衣襟，发现伤口周围已经泛黑。他心头一紧，想起古代毒箭的可怕。快，准备热水，干净布条，还有他快速回忆现代急救知识，去找些绿豆和甘草来。护卫们手忙脚乱地按他吩咐准备。林威用热水清洗伤口，然后俯身用嘴吸出毒血，吐在一旁的碗里。反复几次后，血的颜色终于由黑转红。绿豆甘草汤好了，老妇人端来一碗绿色的汤药。林威扶起昏迷的陈明远，小心地为他喝下。绿豆解毒，甘草中和毒性，这是他能想到的最接近现代解毒剂的中药配方。再去找些干净的蜂蜜来，敷在伤口上，可以防止感染，他吩咐道，同时不断检查陈明远的脉搏和呼吸。一整夜，林威都守在陈明远床前，定时喂药，换敷料。天蒙蒙亮时，陈明远的高烧终于退了，呼吸也平稳下来。林姑娘，您歇会儿吧，老妇人劝道，陈大人已经没事了。林威摇摇头，我再守一会儿。他轻轻握住陈明远的手，心中满是后怕。如果那支箭偏几分，如果毒再烈一些，他不敢想象失去他的后果。正午时分，陈明远终于睁开了眼睛。看到林威通红的双眼和憔悴的面容，他虚弱地笑了。你没睡？林威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你这个傻子，为什么要推开我？因为陈明远艰难地抬起手，抚上他的脸，我宁愿自己死，也不愿看你受伤。林威握住他的手，贴在自己脸上，不许再说死字。你要好好活着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一起做。陈明远微笑着点点头，又沉沉睡去。这一次，他的呼吸更加平稳，面色也红润了些。3日后，陈明远已经能坐起来喝粥了。林威每天为他换药，伤口愈合得很好，没有感染的迹象。你的医术也很高明，陈明远赞叹道，在未来，女子也能为医。当然，林威笑道，在我的时代，女子可以成为任何职业的佼佼者，医生、律师、科学家，甚至国家领导人。陈明远若有所思，真想去看看你说的那个世界。林威神色一暗，他随身携带的 Apple Watch 被赵德昌夺走，现在连最后一点与未来世界的联系也断了。即使想回去，恐怕也没有办法了。林姑娘，阿福兴冲冲地跑进来，徐大人来信了。信中说，徐光启已经在朝中斡旋，皇上震怒于赵德昌私自捉人和放案件的行为，已经下令彻查。赵德昌暂时被停职反省，他们可以安全回京了。太好了，林威欣喜地说，古今阁可以继续施工了。陈明远笑着点头，却又因牵动伤口而皱眉。等我伤好些，我们就回去。在等待陈明远康复的日子里，林威也没闲着。他帮老夫妇改良了灶台，设计了一个更省柴火的通风结构，又教村民们如何挖建简单的排水沟，避免雨季污水横流。这些小小的改良赢得了村民们的喜爱和尊敬。当徐光启派来的马车接他们回京时，全村人都来送行，送上一篮篮的鸡蛋、蔬菜和手工之物。林姑娘，陈大人一定要再回来啊！老夫妇依依不舍地说。马车上，陈明远轻轻握住林威的手，你看，无论在哪里，你都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林威靠在他肩上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，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归属感。也许这里就是他的归宿了，在这个有陈明远的时代。回到京城的第3天，林威正在城西小院晾晒草药。
陈明远的剑伤已经结痂，但偶尔还会隐隐作痛。他按照现代医学知识配了些消炎镇痛的药膏。林姑娘，阿福慌慌张张地跑进院子，有贵客到访。林薇手中的药钵差点掉在地上，赵德昌的人又来了。不是，阿福上气不接下气，是皇上。什么？林薇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院门已被推开。几个身着便装的侍卫先行进入，随后是一位30岁左右、身着靛蓝色直多的男子，面容清瘦，眼袋明显，正是天启皇帝朱由校。徐光启和陈明远紧随其后，陈明远脸色还有些苍白，但精神不错，冲他使了个眼色。林薇慌忙跪下行礼，民女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，皇帝的声音比在金殿上随意许多，朕今日微服私访，不必多礼。林薇起身，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。皇帝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个小院，目光在角落里的改良灶台和净房上停留片刻。听徐爱卿说，你设计的民居大有妙处，朕特来亲眼看看。皇帝指了指净房，这室内净房，当真如传言般好用？林薇没想到皇帝会问这个，脸颊微热，回陛下，确实方便卫生，民女可以演示。皇帝竟真的跟着他进了净房，仔细查看冲水装置和排水管道。出来后，他满意的点头，精巧。若推广开来，却能改善民生。徐光启趁机道：陛下，林氏不仅精于建筑设计，还通医术。陈修撰的剑伤就是他亲手医治的。哦，皇帝看向陈明远，陈爱卿伤势如何？陈明远拱手，托陛下洪福，已无大碍。赵德昌胆大包天，皇帝突然沉下脸，竟敢私自派人暗杀朝廷命官。朕已下旨，贬他为云南边远县丞，永不叙用。林薇心头一块大石落地，这个处处与他们作对的仇敌，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皇帝又转向他，林氏，你虽为女子，但才华难得。朕决定正式任命你为工部特聘建筑顾问，年俸120担，专司京城改造事宜。林薇惊喜地跪下谢恩，这意味着他不仅洗清了妖女的污名，还获得了官方身份，可以名正言顺地施展才华。起来吧，皇帝和颜悦色地说，朕还听说你和陈爱卿合建了一座古金阁客栈，带朕去看看。一行人来到停工的客栈工地，虽然被官府查封半月有余，但主体结构已经完成，只剩下内部装潢和细节处理。皇帝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各个区域，对融合古今的设计赞不绝口。妙，既不失我大明风韵，又兼具实用之便。皇帝指着客房内的净房说，这样的客栈，朕都想住上一晚。众人皆笑。皇帝临走前，特意对林薇说，林顾问，朕期待你的京城改造方案。记住，实用为要，不必拘泥陈规。民女谨记陛下教诲。林薇深深一服。送走皇帝，林薇长舒一口气，双腿发软，差点站不住。陈明远及时扶住他，关切地问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林薇摇摇头，没想到皇帝会亲自来访。徐光启笑道，皇上自幼喜好木工营造，对新鲜设计最是好奇。这次赵德昌倒帮了忙，你的妖女名声传到他耳中，反而引起了他的兴趣。多亏徐大人周旋。陈明远真诚地说。徐光启摆摆手，是你们自己的才华打动了皇上。好了，老夫还有公务，先告辞了。古金阁可以继续施工了，工部会派匠人协助。送走徐光启，林薇和陈明远相视一笑，都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。我们成功了，林薇轻声说。不是你成功了，陈明远握住他的手，你用才华赢得了皇上的认可，再没人敢质疑你了。当天下午，工部就派来了工匠，撕掉封条，重新开工。林薇亲自指导，将停工时积攒的新想法融入设计中。陈明远虽然伤未痊愈，但也每天来工地，帮忙协调人员和物资。1周后，客栈基本完工，只剩下最后的内饰布置。林薇正在大堂调整家具位置，阿福匆匆跑来，
林姑娘，陈大人的父母到京城了，已经去了城西小院。林薇手中的卷尺啪嗒掉在地上。陈明远曾提过他的父母，父亲是地方上的九品小官，母亲出身书香门第，都是传统守旧的人。他们知道儿子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奇女子走得很近吗？会接受他吗？他匆匆赶回城西小院，刚到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荒唐！你堂堂状元郎，翰林院修撰，怎能娶一个没有家室的女子为妻？一个威严的男生喝道。父亲，林姑娘才华横溢，连皇上都赞赏有加。陈明远的声音坚定但疲惫。那又如何？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她会些奇技淫巧，迷惑了皇上和你，但改变不了她来历不明的事实。这次是一个尖利的女生，想必是陈母。林薇站在门外，进退两难。这时，陈明远突然提高了声音：父亲、母亲，儿子心意已决。若非林姑娘，儿子早已死在赵德昌的毒箭之下。他才学品行，儿子心悦诚服。若二老不能接受，儿子宁愿终身不娶。这番掷地有声的宣言让院内外一片寂静。林薇眼眶发热，鼓起勇气推门而入。院中，一对50岁左右的夫妇正对着陈明远怒目而视。男子身着藏青色直多，面容严肃，妇人则穿着绛紫色被子，眉宇间与陈明远有几分相似。民女林薇见过伯父伯母，她深深一服。陈福冷哼一声，别过脸去。陈母上下打量着林薇，目光在她短发和男装打扮上停留许久，眉头紧锁。就是你迷惑了我儿？陈母冷声问。林薇深吸一口气，伯母，民女不敢说迷惑。民女与陈公子志趣相投，共同设计建造房屋，仅此而已。志趣相投，陈府讥讽道，女子当恪守妇道，相夫教子，谈何志趣？陈明远正要反驳，林薇轻轻按住他的手，伯父，民女斗胆问一句，若一个女子既能相夫教子，又能以其所长造福百姓，岂不更好？巧舌如簧，陈母斥道。林薇不慌不忙，从袖中取出一卷图纸，这是民女设计的改良民居图纸，已经皇上预览认可。伯父伯母远道而来，想必旅途劳顿，不如先看看这些。陈府本想拒绝，但图纸上的精细设计吸引了他的目光。作为一个地方小官，他见过太多百姓因恶劣居住环境而生病甚至死亡的情况。图纸上的通风、排水等设计确实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。这真是你设计的？陈父半信半疑地问。林薇点点头，又详细解释了各项设计的原理和好处。渐渐的，陈父的表情从怀疑变成了惊讶，最后是赞叹。妙！这排水设计若能推广，确实能减少疫病。他喃喃自语。陈母见状，态度也软化了些。你读过书？民女自幼随家父学习，读过四书五经，也学过算术营造。林薇谨慎地回答，没说这些都是在现代清华大学的课程中学的。明远说你还懂医术，陈母又问。略通皮毛。陈公子中箭后，民女用绿豆甘草解毒，蜂蜜敷伤，防止了伤口恶化。陈母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他转向儿子，你当真非他不娶？陈明远毫不犹豫地点头，儿子心意已决。陈父陈母对视一眼，沉默良久。最后陈父长叹一声，罢了。既然皇上都认可他的才能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陈母则走到林薇面前，突然伸手摸了摸她的脸颊，好孩子，谢谢你救了我儿。一句话让林薇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当晚，陈父陈母留宿在城西小院，林薇亲自下厨，用改良灶台做了几道家常菜。饭后，他还为陈母按摩因长途跋涉而酸痛的肩膀，手法娴熟的让陈母连连称赞。薇儿，陈母已经改口叫他的名字，你和明远的婚事打算何时办？林薇手上一顿，脸颊发烫，这全凭伯父伯母做主。那就尽快吧。陈父抿着茶说，明远年纪不小了，你又特殊。他指的是他无家可归的状况，不如就定在下个月初6，
是个黄道吉日。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。送走陈父陈母后，林薇和陈明远站在院中，都有些恍惚。我们真的要成亲了？林薇轻声问。陈明远握住她的手，除非你不愿意。林薇摇摇头，靠在他肩上，我只是觉得像做梦一样。从未来穿越到明朝，遇到你，经历这么多，现在竟然要结婚了。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，陈明远轻吻她的发顶，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次日，工部派人来请林薇去商议京城改造事宜。令他惊讶的是，工部大堂里坐满了官员和工匠，都是来听他讲解设计方案的。林薇深吸一口气，展开连夜赶制的京城改造规划图。图上详细标注了排水系统、公共净房、道路拓宽等改良设计。他用清晰简洁的语言解释每项设计的必要性和实施方法，不时回答众人的提问。主要排水管道沿线有街道铺设，分支管道接入各方。公共净房设在每个街口，由专人管理。他指着图纸说。林顾问，一位工匠举手提问，这化粪池设计精妙，但如何防止晦气外泄？林薇微笑，请看这个细节设计，双层盖板，中间填色木炭。木炭可以吸附异味，同时2个时辰的讲解下来，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官员们也纷纷点头赞同。会议结束时，工部尚书亲自上前致谢，林顾问高才，老夫心服口服。京城改造一事就全权交由你负责了。离开工部，林薇直接去了古今阁。客栈已经全部完工，明天就要正式开张。陈明远正在大堂指挥伙计们摆放桌椅，见他来了，笑着迎上前。怎么样？工部那帮老古板没为难你吧？林薇摇摇头，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。他们接受了我的方案，皇上还特批了一笔款项，先从城南贫民区开始改造。我就知道你能行，陈明远骄傲地说。2人并肩站在客栈门口，看着工人们挂上古今阁的匾额。匾额是徐光启亲笔题写的，苍劲有力的3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明天就开张了，林薇有些忐忑，会有人来住吗？陈明远笑道，放心，已经预订满了。徐大人、工部几位大人，还有我的一些同窗都要来体验这古今合璧的客栈呢。当晚，林薇在净房沐浴后，换上一身新做的衣裙。陈明远在院中海棠树下摆了一桌小菜和一壶清酒。庆祝一下，他举杯道，为了古今阁，为了京城改造，也为了我们的未来。林薇与他碰杯，轻抿一口，酒香醇厚，带着淡淡的花果香气。月光如水，洒在2人身上，仿佛为他们披上了一层银纱。陈明远，林薇突然说，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，回到了我原来的时代，你会怎么办？陈明远沉默片刻，伸手轻抚她的脸颊，那我就写一本奇女子传，让后世都知道，曾经有一个来自未来的女子，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。林薇眼中泛起泪光，她轻身向前，吻住陈明远的唇。在这个吻中，她传递着自己无法言说的情感，感激、爱恋，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歉疚。因为他没有告诉他，就在今天下午，工部的人交还了从赵德昌那里收缴的物品，他的 Apple Watch。而当他无意中按下侧键时，屏幕竟然亮了起来，显示一行小字：时空定位完成，是否返回？古今阁开业当天，晨曦微露，林薇就已经起床梳洗。她穿上新做的藕荷色襦裙，对着铜镜将短发别到耳后，头发已经长了不少，勉强可以挽个小髻了。Apple Watch 静静地躺在梳妆台上。自从那日工部将它归还，并意外亮屏后，林薇就再没敢碰它。现在它又恢复了黑屏状态，仿佛那天的时空定位完成提示只是幻觉。林姑娘，客人们都快到了，阿福在门外喊道。林薇深吸一口气，将 Apple Watch 锁进梳妆台最底层的抽屉。今天是他和陈明远心血结晶的开业日，不能分心。前院已经热闹非凡，陈明远一身靛青色直多，正在指挥伙计们做最后准备。看到林薇，他眼睛一亮，
快步走来。你今日格外好看，他低声说，耳尖微红。林薇笑着替他整了整衣领，紧张吗？有你在，不紧张。随着吉时到来，宾客陆续抵达。最先到的是徐光启，他带着几位工部同僚，一进门就对客栈的设计赞不绝口。接着是陈明远的父母，陈母已经对林薇和颜悦色，还拉着他的手向其他夫人介绍这位才貌双全的准儿媳。最令人意外的是，皇帝竟派太监送来御笔亲题的古今交融匾额，赐予古今阁悬挂。这份殊荣让所有宾客惊叹不已，纷纷向陈明远和林薇道贺。诸位贵客，陈明远站在大堂中央高声宣布，欢迎莅临古今阁。这座客栈由我和林姑娘共同设计，融合古今营造之长。今日特备薄酒，请诸位品评。宾客们兴致勃勃地参观客栈各处。林薇亲自引导几位夫人参观净房，演示冲水装置的使用方法。天啊，真的没有异味！一位夫人惊叹道，这比家里的茅厕干净多了。冬天再也不用冒着寒风去后院了。另一位夫人附和，我家老爷一定要装一个这样的净房。厨房的设计同样引起轰动。林薇规划的工作三角，灶台、操作台、储物区之间的高效动线，让厨娘们赞不绝口。这设计太妙了，转个身就能拿到所有东西，再也不用跑来跑去了。男宾们则对客栈的通风系统和防火设计更感兴趣。陈明远详细讲解了林薇的这些创新理念，引来阵阵赞叹。正午时分，宴席开始。林薇特意安排了古今合璧的菜单，既有传统的宫廷菜式，也有她根据技艺复原的几道现代美食。宾客们对酸甜肉、糖醋里脊和脆皮鸭、北京烤鸭尤其喜爱，纷纷询问做法。酒过三巡，陈明远突然起身，举杯环视众人，今日高朋满座，明远有一事相求。大堂顿时安静下来。林薇疑惑地看着他，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是何用意。我与林姑娘相识于微时，共历生死，志趣相投。陈明远的声音有些颤抖。今日借古今阁开业之机，想请诸位做个见证。他走到林薇面前，单膝跪地，从怀中取出一只精致的木簪，簪头雕刻着一朵海棠花，花蕊处嵌着一颗小小的珍珠。喂，这只簪子是我亲手所制，虽不贵重，但寄托了我全部心意。陈明远深吸一口气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大堂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屏息等待林薇的回答。他呆立原地，眼眶渐渐湿润。在现代，他收到过无数贵重礼物，钻石项链、名牌包包、豪华跑车，但没有一样比得上眼前这只朴素的木簪。我愿意，他轻声说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满堂宾客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。陈明远起身，小心翼翼地为他戴上木簪，然后在他额头轻轻一吻。这个跨越400年的求婚，简单却胜过任何华丽的仪式。宴会持续到傍晚，宾客们才陆续告辞。送走最后一位客人，林薇和陈明远并肩站在客栈门口，望着天边的晚霞。累吗？陈明远轻声问。林薇摇摇头，靠在他肩上，今天很完美。还有更完美的，陈明远神秘地说，皇上特许我们的婚礼采用古今合璧的仪式，不必完全遵循传统礼制。林薇惊讶地抬头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陈明远笑着解释，你可以穿你那个时代的嫁衣，我们可以按你喜欢的方式举行婚礼。林薇捂住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在这个礼教森严的时代，皇帝竟允许他们打破常规。徐大人说，皇上对我们的古今合璧理念很感兴趣，想看看婚礼能如何融合两个时代的特点。陈明远补充道。1个月后，婚礼如期举行，地点选在古今阁的庭院，宾客比开业时更多，不仅有朝中官员、陈家族人，还有林薇在贫民区改造项目中帮助过的普通百姓。皇帝虽未亲临，但派太子送来贺礼，再次彰显殊荣。当乐声响起，林薇出现在回廊尽头时，全场哗然。她没有穿传统的大红嫁衣，
而是一袭融合明代与现代元素的白色礼服，上身是绣有海棠花纹的白色被子，下身则是现代婚纱般的叶地长裙，头纱用珍珠轻轻别在陈明远送的那只木簪上。这不合理致吧？有年长的宾客小声嘀咕，但更多人被这前所未见的美丽所震撼。徐光启捋须微笑，妙哉！白色象征纯洁，比大红更显庄重。陈明远站在庭院中央，看着林薇缓步走来，眼中满是惊艳与爱意。当两人双手相握时，他低声说：“你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。”婚礼仪式由徐光启主持，融合了两个时代的元素。他们既行了传统的三拜之礼，也交换了现代的誓言和戒指。最令人称奇的是，林薇没有坐花轿，而是与陈明远牵手步行前往陈府。沿途百姓争相围观这状元郎与其女子的婚礼。婚宴设在古金阁，林薇亲自设计了菜单和座位安排，打破男女分席的旧俗，让宾客们可以全家同坐一桌。起初有些守旧的长辈不满，但在皇帝赐婚的光环下，也没人敢公开反对。夜幕降临，新婚夫妇终于得以独处。陈明远在城西小院的新房里点燃红烛，为林薇取下头纱。今天累坏了吧？他轻声问，手指轻轻梳理她的短发。林薇摇摇头，从梳妆台抽屉深处取出那个 Apple Watch。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他按下侧键，屏幕竟然再次亮起，依然显示着那句时空定位完成，是否返回。下面有两个选项，是和否。陈明远倒吸一口冷气，这是我回去的机会。林薇轻声说，我的父母、朋友、事业都在400年后。房间里安静的能听见烛花爆裂的声音。陈明远脸色苍白，但强作镇定。你要回去吗？林薇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用手指轻轻划过屏幕。他想起现代世界的高楼大厦、便捷生活，想起父母焦急的面容，但他也想起这半年来的点点滴滴，与陈明远出狱时的惊喜，共同设计客栈的日日夜夜，他为保护他身中独见的生死时刻。他的手指停在否上，轻轻一点，屏幕闪烁几下，然后彻底按了下去，再也没有亮起。我选择了留在这里。他抬头看向陈明远，眼中含着泪水，因为你才是我的家。陈明远紧紧抱住他，吻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发间、额头、唇上。红烛高烧，映照着这对跨越时空相爱的新人。婚后的生活忙碌而充实。林薇正式接手京城改造项目，从最贫困的南区开始，逐步改善民居条件。陈明远则在翰林院负责编修新的营造法式，将林薇的现代理念与传统工艺相结合。2年后，他们创办了古今营造学堂，招收有志于建筑改良的年轻人，培养兼具传统底蕴和创新思维的工匠。林薇亲自授课，将现代建筑原理用古人能理解的方式传授。一个春日的下午，林薇在学堂后院检查学生制作的模型时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。大夫诊断后，笑着向陈明远拱手道喜，林薇有孕了。我们要有孩子了。陈明远欣喜若狂，小心翼翼地将妻子搂在怀中。你说，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好？林薇抚摸着尚未隆起的腹部，若有所思。如果是男孩，就叫陈木金；如果是女孩，就叫陈思薇。木金、思薇，陈明远品味着这2个名字。木金，爱慕当下；思薇，思念薇。好名字。10月怀胎，林薇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正好一个木金，一个思薇。2个孩子继承了母亲的聪慧和父亲的沉稳，从小就在建筑堆里打滚，对营造之术表现出浓厚兴趣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10年后，古今营造已经名满天下。从京城的达官显贵到江南的富商大贾，都以拥有一座古今堂设计的宅院为荣。林薇和陈明远走遍大江南北，将改良设计推广到全国各地。这期间，林薇再也没有尝试启动那个 Apple Watch， 她被小心收藏在一个檀木盒中，和那只求婚的木簪放在一起，成为她穿越时空的纪念。又是一个海棠花开的季节。
林薇站在古今阁的楼台上，望着京城鳞次栉比的屋顶。许多建筑都采用了它的改良设计，烟囱排列有序，排水系统完善，再不像出来时那样污水横流，乌烟瘴气。想什么呢？陈明远从身后环抱住他，下巴轻轻搁在他肩上。想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林薇微笑着回忆，你在雨中为我撑伞，看着那些没人能懂的图纸。那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。陈明远亲吻他的鬓角，知道吗？徐大人说，皇上打算将京城改造作为典范，推广全国。你改变了这个时代，薇。林薇转身面对丈夫，抚摸他眼角出现的细纹。不是这个时代改变了我，他给了我爱情、家庭，还有真正的归属。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。木金和思薇正在庭院里玩捉迷藏，两个小身影在花木间穿梭，如同两只快乐的蝴蝶。夕阳西下，为京城镀上一层金色。在这座融合了古今智慧的客栈里，一段跨越400年的爱情仍在继续书写着它的传奇。